原版塑料色外甲不好看啊，黄牛导购抬价都买不到。好了，限定版的金属色来了。当年出版被炒上天，结果第一时间没有收到，好不容易等到了好价搞了一台，各大 UP 主都评测完2轮了，于是就没有出来献丑。本来这台金属色限定也只是想拍个简单的开箱，结果越玩越上头。好的模型就是这样的，那就索性连上机设来和大家好好交流交流。好的，那所有配件装好后的最终号机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和出版的高光色相比，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边呢？我个人当然是更喜欢这个金属色啊，不单单是质感好了一点，充足的打光下也更像雕像的收藏品，而且整个配色方案都做了大幅的修改，更深的紫色，更高饱和的橙色，影印细节也做了很大的调整。至于说本体造型啥的，那就没有什么区别了，毕竟是山下育人和痞子亲自监督，这等豪华待遇必然不可能随便改动。那说到这里呢，不知道有多少兄弟是真的看过 Anima 的呢？我是在朋友的强烈安利下稀稀拉拉的看完的。实话说啊，小说剧情有点乱，故意制造大场面，多方势力角逐，但背景铺垫啥的又写得很差，所以直接看会有一点难受。但是有一点啊，那就是在设定方面，作为 EVA 机设担当的山下老师还真是挺较真的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其对最终号机的设定反而是没有过多的笔墨，但却营造了一种毁天灭地而又不显山露水的感觉。虽然编号为最终，但其本质还是初号机。小说以剧场版明日香遇袭大战量产机为分界，真4驾驶 F-Type 初号机与0号机一起打败了量产机，粉碎了 C 力的补完计划。然而再次触发了神的保险，堕天使出现，洪水灭世开始，轮回启动。这应该也是新剧场版的特别隐藏的轮回设定的灵感来源。小说中真4应该有4次在与堕天使的对抗中陷入死亡的边缘。第一次是妈妈出手将狄拉克之海与心脏连通，真4和初号机 S2 机关融合，成为了异魂双体。初号机拥有了心跳，成为了超级初号机。然而堕天使厌恶该心跳，令朗枪夺取了其心脏。为了保住真4，班长将赫特比斯的 Q2 文章重新封入初号机体内，变成了黑暗超级初号机。这个 Q2 文章可以简单理解为敌方的 S2 机关，但会有控制性的轻视。而真4的心脏被转移到了守卫者身上。之后剧情，真4拉动东照宫，变成一束光击穿臭氧层，重新依附回了心脏身上。最终在和堕天使的决战中，由于心脏超负荷引发3冲，为阻止冲击而化身光之巨人，在死前的 0.82 秒被时间停滞球吸收，将3冲峰值能量保存和 S2 机关 Q2 文章初号机核心真4心脏全部融合在一起诞生的就是最终号机了。而这个名字也是葛城美里在最后的出击中给的，和新剧场版最终章一样，意味着创造没有 EVA 的新世纪。CCS 跟随着设定在这里还原了那个锁住时间的黑球的设定，通过展开背部的挂架就能露出这个核心的部位，这里是有磁力的，可以吸住这个黑色的圆盘。原设定中这个黑盘是全身唯一不发光的东西，而且悬浮在核心区外面。真4的时间就被困在里面，但显然悬浮这种事很难做到玩具上。而 CCS 据说也考虑过用世界上最黑的涂料来还原不发光的设定，但很可惜啊，那涂料是管制品，最终一折中就成了这个方案了。而外面包裹住这个黑色圆盘形似拘束器的挂架， CCS 也还原了搭载圆盘下重新扣回去的状态。至于这两挂架是什么来头，山下老师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，就是挂架而已。那说回到剧情背景，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玄幻，然而小说和痞子的动画是不一样的，其对机械和武器非常重视。小说里还有一位隐藏的概念神伊吹魔耶，仅凭一己之力就造出了各种式神级的装备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2把叫加沙罗和婆沙罗的刀了，自动分析立场，改变结晶排列，重新烧结后能切割任何立场，简直就是外挂。按魔耶的话来说，只要敌人没有跳脱出物理的法则，只要不是完全未知，我就有自信干掉他。所以小说里的武器戏份很重，战力也极强，尤其是那个很出圈的初号机的武器塔的设定， CCS 这里也给最终号机还原了其中的好几个，这里就带大家来一起看一看。首先腿甲两侧有2个盖板，拔出来后就能露出里面的插孔了，然后就能把这个金属的连接架给装上了。支架本身自带多段的可动，前后左右都有相当高的转动自由度，末端也能做到上下90度翻折，把持力度还是很不错的。而如果要挂接其他的武器，最好还是在末端连上这个1转2的连接件，这个时候再连接武器的话，就能避免武器塑料被金属磨损，并且让刀柄的方向能摆出更多的角度。而这2个刀柄就来自于山下育人老师设定中的武器塔，2把刀都拥有整个刀身覆盖 AT 立场的能力。短的这把叫做反击刀 Stage 2， Stage 1仅在试验阶段使用，但并不能生成 AT 立场。Stage 2由于在刀身中加入了情报弓，使得超级初号机在使用时能让 AT 立场全展开覆盖刀身，并且在刀柄处貌似还有滑膛炮的机构。
而长的这把名字很特别，叫做孙六式灭绝刀，名字来源于日本的断刀名门。而这把刀本质上也和反击刀一样，能够把 AT 立场覆盖于刀身，而刀身也装备了情报弓，能够更大的增幅本刀的力量，以至于有20%的几率在刀与敌方 AT 立场对碰时观测到微型的黑洞。而刀柄除了特殊的护手造型外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而跟随本体颜色的修改，两把刀的刀身和刀鞘也修改了对应的配色，武器上的遗印涂装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，整体的风格是非常贴合的。我个人也是相当的喜欢修改后的细节表现。那既然刀已经有了2把，再配合上可以张开的嘴，再雕上一把刀的话，岂不是就能还原？不开玩笑啊，这把更长的叫做背前长传，原本是属于2号机的测试刀，但由于性能和泛用性出色，后续的 EVA 也进行了选装。刀身同样也能覆盖 AT 立场，同样拥有斩断敌人立场的效果。而超长的刀身除了仿日本刀的造型外，长度方面也是根据 EVA 能使用的 AT 立场最远的范围逆向推算而来。如果要搭载的话，需要用到副驾的辅助连接件，扣到刀把上，并且把手握的杆子翻下来扣住，这时就能搭载到连接件上了。而除了两侧腿部的搭载位点，其实背部的挂架也有一处展开后就能露出隐藏的接口，不过这个接口只适用于能够拔出一段连接滑槽的这把电磁步枪。那这把就是 EVA 最基本的中程武器了，除了是电磁弹射机构外，一般搭载的弹头也含有平右，但即使能击穿使徒立场，战绩也非常的拉垮。所以对于最终号机来说，这也是属于可有可无的武器，但对于魔丸来说，又是不得不附带的经典武器。不过 CCS 这里加了点戏，枪口下方带了磁力装，能把匕首吸上去，这样就能合成为日本步枪特别喜欢加装的刺刀模式了，只不过这个刺刀嘛，多少是有点短了。而这把高震动粒子刀也是 EVA 系列的老演员了，不过威力和战绩倒是非常的优秀，我也是非常喜欢。Anima 里这个带刀鞘、刀身镂空的造型，使得整体更加科幻前卫，配合上 CCS 优秀的涂装，整个小刀感觉非常的精致。那从刚刚摆的这几个 pose 也能看出啊，这台最终号机的可动性是非常优秀的。因为出版我没有玩过，所以这次上手把玩的表现也确实让我感到小意外。复杂的结构下还有如此可动，那这里就带大家一起每个细节顺着过一遍吧。头部和脖子都有一段关节，本身借助球关就能做像这样的前后抬，超过45度的大范围。脖子本身的前后活动范围也超过了前后30度，两者一叠加，就能使最终号机很轻易的摆出 EVA 的这种佝偻感。头部因为是球关，理论上是有左右摆动空间的，但因为发光装置的原因，实际上的左右摆幅不大。不过整个头部的平转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只不过稍微会费力一点，这里比较紧。至于这两个可动的腮帮子是什么，山下雨人没有说，实在无法推测其作用。这样展开的两个兔耳朵看上去也挺奇怪的。为了避免干涉，肩部形似拘束器的双挂架都有独立的摇臂可以向后摆，这样就不会干涉到手臂的可动了。大臂有前伸关节，向前幅度可以轻松30度以上，向后也有20多度的摆幅，幅度可以说是非常优秀。不仅如此，放大后来看这里的联动细节，这个胸甲的联动收纳仿生物肌肉的结构，这时候就能体现出山下雨人的机械与生物的完美融合。从后面也能看到拉伸后的肌肉关节填充遮盖，太帅了。大臂的侧面有2段上抬，首先内部球关可以上抬一段，这个外面的手臂本身也可以抬起90度，但由于肩部联动零件的干涉，整体也只能上抬到90度。当然360度大风车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不过向后的话会干涉到背包。大臂没有在肩下段设置独立的平转，只有大臂根部的45度，这可动就比较影响摆 pose 了。虚肘就是很完美的接近180度的折叠了，非常漂亮的贴住大臂。这里同样放大后可以看到3头肌外装架的联动，模拟肌肉的拉伸。手腕这里是一个大球关反扣在里面，因此这里手腕可以做到超过30度的腕向活动范围，并且这个手背外甲是可以做到一定幅度的转动的，只不过这里并非联动啊，稍微有点意义不明。腰部前倾超过30度，应该是接近45度了，非常够用。后仰幅度也是差不多啊，30度多一点，就要靠腰部的下段。但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腰部的多段，每一段都是可动的，再配合上这种脊柱的类生物的刻画细节，什么健美龙虾背啥的，轻松拿捏，玩起来赏心悦目。左右侧摆依靠的是最下段腰部，范围也是超乎预料，这应该也有大概30度了吧。最后转腰分为2段，最上段有个10度左右的转幅，主要还是靠下段，左右能转到接近90度，所以合一起也有90度。裙甲看似没有干涉，实际上还是为了避让干涉，这里做了很多的处理。不仅两侧的腰部环扣可以抬起一段，整个裙甲本身也是可以往前拉出一段做避让的，同时侧面的2个小立方锥体也可以独立抬起做避让。解除干涉后，前提能够轻易的超过90度，甚至能达到135度，这个幅度是非常可观的。后踢也非常的优秀啊，几乎是接近90度了，虽然还是有一点小干涉。
侧击的幅度也很可观，非常轻松就达到90度了。而且可以看到这里橙色的肌肉仿生细节的联动，真是赏心悦目啊！绝对是近期玩过的玩具里面最让人掰得爽的了。大腿平转的设计值得商榷。首先，平转分了2段，下段的幅度并不大，主要是外侧装甲的包裹，而上段球冠处也有平转，但同样幅度不大，整体加在一起就是向外60度，向内只有一点点的角度，保住了造型，但是削了可动。大腿侧面的零件其实还有一个小设计，就是这个散热片一样的展开，限定版这里也改成了和本体配套的同色，非常漂亮。至于其作用是什么，不好意思，山下老师也没有说。最终号机自然不需要散热片，但要说是由之前超级初号机搭载的飞行装置变化而来，那这形制也对不上啊。既然设计者没有说，那咱就不深究了。屈膝倒是非常完美的180度小腿贴住大腿，这个屈膝后的造型简直是人腿1:1仿生的。为了完成这个漂亮的造型，可以看到小腿肚这里的弹簧联动，以及大腿肚后方的弹簧机构，这样就能保证屈腿的时候能够模仿人腿做一定的重叠，然后2个小腿肚外侧向外膨出一段，这是真的能看出设计者的用心。最后来看到脚部啊，首先这个绿色零件可以活动，后方的这个橘色零件也能做一定程度的抬起避让，脚掌前段也能独立上抬，大概也有45度左右的幅度。脚掌前抬的幅度大概30度，可能稍微超过一点，向后的幅度大概20度。接地就非常优秀了，向内轻松超过60度，把持力度也很好。由于关节造型相同啊，所以向外的活动幅度也是一样的。整个可动看下来，虽然有一些这样的干涉那样的瑕疵，但整体处理瑕不掩瑜。不过前面讲的包括背景啊、武装、可动和细节都是基于常态下的。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最终号机真正的杀招。首先拿出这个透明的连接件，先安装中间的这个小光翼，然后再把大光翼按4个孔洞插进去就好。这里的插装考虑到把持力，并没有做什么可动关节，只有连接件的上下2段有一点转动的范围。接着把本体的武器挂架展开，拿掉圆盘，露出核心区，用专用工具拔出核心区。最后把搭载好的翅膀按着之前核心区的形状再装回去就好。换上翅膀后也是可以吸附停滞时间的圆盘的。那么翅膀换装完成后的造型就是如此啦。小说中一直有强调一个概念，人类不能拥有翅膀。在超级初号机换装涡流之翼时，真次就感受到了 Y 轴上来自高纬度的能量。而如今已是半神的最终号机，光翼的作用除了帮助机体实现高速飞行之外，其最本质的意义是证明最终号机已经成神。光之翼既是力量的象征，又是3冲的媒介。在与堕天使决战中，光之翼伸展也一度快要包裹整个地球，最终依靠其他 EVA 斩断光翼，才避免了冲击的波及。小说插画里的光翼是橙红色的，偏向于出版光翼的配色，象征着高速飞行时的燃烧。但我个人是更喜欢当前的这个版本，偏光炫彩的工艺搭配上这种月光白，有种临粉洒落的感觉，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台大杀器啊，道 A 的月光碟。至于另一重神器，就要请出这把每次消耗真次 0.82 秒，生命内 0.16 秒，约等于 13% 3冲能量的卢克莱修之枪。CCS 也是给了炫彩涂装，就是想要表达这把枪是如同方舟一样，一种不可知的力量。该枪具有自我认知，或者说该枪能达到的边界就是真次认知的边界。枪本身就是在致敬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宇宙无限论，即向一个方向扔出长矛，若最终长矛不能飞回原处，就证明宇宙是没有边界的。小说中是真次化身光之巨人后，通过投掷这把枪来锚定自我，整合并重构自己已经分裂的意识。当然枪本身的力量也锐不可挡，至于模型里给的这个枪头上刻的字是什么意思，还是不知道啊。山下老师就是喜欢搞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啊。OK， 那么最终号机所有设定相关的配件和细节就全部介绍完了。最后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是刚刚没有介绍完的。那首先就是 CCS 的包装特有的称纸了，这次的正面和背面的峰会也做了重新的设计，尤其是这次背面的线稿啊，不知道是哪位大佬画的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。另外灯光的机构也是不可能阉割的，依然是用这个很有意思的专用工具把核心给转出来。内部是一个电池仓，不过原版就有很多人说了电池仓的接触不良，而我这台新版也有同样的问题，这个外面的盖子旋进去的时候扣得不够紧。磁吸开关设置在胸口，用同样的工具去触碰就行了，但因为接触不良，所以一定要怼上去多试2下。至于发光效果嘛，我认为没什么可以挑剔的，再吸一下就变成了自带心跳的呼吸灯了，再配合上这个金属色外甲，我觉得这个红眼的效果真的是超级帅。另外，如果按照千大爷产品的灯光宣传方式来说的话，最终号机身上的这些遗印啊，也都采用了紫外灯照射发光，这些遗印遍布全身，好多地方都可以被荧光点亮，也算是隐藏的卖点了。另外还有兄弟说出版的挂架，2个挂架间的这个卡扣扣不紧，但我这个虽然对接的手感是有点松，但扣上以后紧的完全都拔不下来。
最后剩下没说的就是手型了，标准的一共给了6对，1对握拳手，3对针对不同武器的握持手，1对空心握矛的手型，以及1对开掌用力的手型。涂装很给力，不过软件的细节表现稍微有点肉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作为出版就已经红极一时的产品，还能推出换色骗钱，不是新配色的再进化，而且新的配色方案显然也是经过反复考量的。我个人认为要比原版好看，尤其是这样放大去看各处的细节，真的是相当漂亮。正好也给之前没有机会入手的小伙伴一个新的入手机会。从可动、造型、细节、涂装各个方面来说，我都相当推荐。而且本体也不像其他的铁泊产品重到玩出一头汗，把玩体验是非常 OK 的。除了有部分关节的松紧度稍微有一点松，以及复杂的造型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干涉，其他方面我说一句吊打万代，谁赞成谁反对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收藏。那么大家下期再见。